这是鼬和止水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的对决。这次鼬竟然输了。如果你能够专心一点，胜负还不一定呢。止水伸出了鼬指的专属手势，鼬也牵起了止水的手。鼬告诉止水，他尝试了，但始终没有办法阻止傅说反叛，能做到的只有拖延时间。止水让鼬别担心，别忘了宇智波的2个天才少年都在这里，总会想到一个能同时保护木叶和宇智波的办法。这时候小佐助跑了出来，好奇的他询问哥哥们在说些什么。止水对佐助说，我们在讨论谁更强，你也觉得我更强吧，佐助。这时候佐助秒变护歌狂魔，止水哥哥是很厉害，但我的哥哥更厉害。每次看到佐助对鼬撒娇，止水都很羡慕这种有兄弟陪伴的感觉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份感情一旦要割舍，那种痛苦常人根本无法承受。其实止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把鼬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，在鼬还在忍者学校时，他就开始偷偷教鼬各种苦无，手里剑术，甚至当着佐助的面借走了哥哥。这是鼬和止水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，严格来说是止水邀请鼬来进行一场演习。首先是寻找敌人的痕迹，止水率先发现了青苔上的痕迹，这让鼬很吃惊，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么小的细节。这时鼬也发现了旁边折断的树枝，但止水告诉鼬，这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他细心地对鼬讲解敌人是如何伪造痕迹的，并且告诉鼬要怎么样分辨出敌人真正的痕迹。这场演习，止水之所以让鼬一起参加，也是为了提升鼬的追踪能力。夜晚，止水和鼬烤着鱼，忽然他们听到了一阵打斗声，一个木叶的暗部成员正在被追杀。正义感爆棚的止水跳了出来，他斩断了锁住男人脚踝的钢线，而追杀者正是团藏的暗部。鼬很诧异，这也是演习吗？我们的对手竟然是暗部。止水表示让鼬忘记演习的事情，因为他明白眼前的打斗绝对不是演出来的，他和鼬即将迎来真正的战斗。紧接着止水开启了写轮眼，眼前的3个暗部，鼬负责对付1个，而止水需要同时面对2个暗部。面对2人无间隔的攻击，止水发动了瞬身之术。止水的瞬身之术并非普通的位移能力，而是用写轮眼召唤出多个幻影，幻影就像是影分身一样，会和本体一起攻击敌人，就算是受到伤害也不会消失，并且敌人也没有办法感知到本体在哪。瞬身止水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。而这个术的原理很有可能就是先召唤幻影，然后幻影找到破绽后，本体瞬身过去发动攻击。在这个 bug 一般的瞬身之术下，根组织的暗部很快就被打跑了。演习结束后，止水背着受伤的鼬回到村子。止水对鼬说，你是故意扭到脚，想让我背你回来吧？又被气成了包子脸。紧接着止水表示，希望你能够把我当成你的哥哥。在止水背上的鼬展现了我们看不到的一面，也只有在止水的背上，鼬才能够安心的睡一觉。很快，木叶上层这边准备对宇智波一族做清扫行动，止水极力阻止，他表示自己还有一个方案，那就是用自己的万花筒写轮眼别天神之力，悄无声息地改变傅说的意识，从而让宇智波一族在瞳力的控制下臣服于木叶。这样做无疑是背叛了自己的家族，但为了木叶的和平，止水选择让自己成为千古罪人。3代相信了止水，但止水这一做法却彻底打乱了团藏的计划。在止水准备去对傅说使用别天神的路上，却遭到了暗部高手的袭击。止水很快就猜到了，他们是团藏派出来的根组织成员，团藏也在此刻现身，毕竟是未来的6代半火影，自然要装个逼，你们退下，我一个人解决掉他。止水不明白团藏为什么要阻止自己。团藏告诉止水，别天神这么牛叉的术，你竟然要用来阻止小小的反叛，你根本不懂写轮眼的真正用法。只要宇智波一族存在，在写轮眼强大的力量加持下，他们迟早会再次生出反叛的想法。其实止水也应该明白这一点，别天神不过是缓兵之计，为了木叶的和平，只能清理掉宇智波一族。说完，团藏冲了上去。团藏和止水的战斗，游戏和动画差异很大。动画剧情中，止水对团藏使用了幻术，而团藏因为提前发动伊邪那岐的关系，免疫了幻术，从而偷袭止水，夺走了他的别天神。而游戏剧情则是团藏单挑不过，于是让手下佯攻制造机会，5个高手同时对止水出手。很快，团藏找到了止水的破绽，在止水背后偷袭，成功夺走了他的一颗别天神。失去一颗眼睛的止水自知不敌，于是扔出了烟雾弹，利用瞬身之术逃走。受了重伤的止水很快被根组织的高手们追上，在交手的过程中，止水不小心吸入了少量毒气，然后他的身体开始麻痹。
根组织的高手们趁机向他扔出了数发引爆苦物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止水的左眼变成了万花筒。与此同时，起爆符在这周围发生爆炸，烟雾中一个绿色的身影慢慢显现出来。忽然，无数发绿色的炮弹攻向根组织，5人瞬间被杀成了2个。烟雾散去后，一个绿色的半身须佐出现在眼前。止水的须佐能乎可以打开胸腔，从内部发射绿色的查克拉炮弹。然而这个须佐却只是昙花一现，毕竟只是一只眼开启的，维持不了多久。根组织也趁机向止水扔出苦物，这时有人抱走了止水，紧接着一发好火球迎面而来，将剩下的2个根组织成员打倒。原来关键时刻又救下了止水，止水很诧异：“你不是去任务了吗？”又表示：“你我心有灵犀，我今天一天都坐立难安，总感觉你会出事。”止水对鼬说：“看来宇智波一族的反叛是没有办法阻止了。他本想用右眼控制傅说，却被团藏夺走了。眼下自己只有1颗眼睛，自保都是问题，更别说守护木叶和宇智波了。”于是他忍痛取下了自己的左眼，并且在左眼中植入了守护木叶的幻术。他将眼睛交给了鼬，也将自己的意志托付给了鼬。止水对鼬说：“临死前，我将送给你最后一件礼物，而这个礼物就是帮助鼬开启万花筒写轮眼。”止水跳下了悬崖，鼬在失去挚友的痛苦刺激下，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。而鼬选择的道路要比止水更痛苦、更艰难，那就是灭族。如果止水看到鼬的决定，或许才明白当初他所羡慕的亲情，如今要斩断它，竟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